收看3D 有限公司的猎鹰案例分享系列。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主题，可以说是实用性非常高且流行的主题，也就是微流道的科技与应用。那关于这个主题，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会这样说，是因为微流道的应用其实遍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像是台湾有许多知名的科技晶圆大厂，结合现代科技最常见的半导体电子工业制程与微机电等等的技术，那配合半导体生产可以用于晶圆制造。不仅仅这些，微流道的技术还可以用于物理、化学或是医疗领域。接下来我们就会带大家更进一步认识这个科技，以及矽胶 3D 列印在这方面的应用又能带来怎么样的优势呢？那以上就是本次的主题，那我们就接着开始。那首先我们的目录总共分成4个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微流体技术的介绍，第二部分就是猎鹰物件的介绍，那第3一样我们会为大家带来猎鹰物件的详细分析，以及最后我们会为各位带来猎鹰过程的实际影片。OK， 那接着就进入到我们的正题。首先第一部分，微流体技术的介绍。什么是微流体技术？那日常生活中又有什么物品或装置会运用到此项技术呢？微流体顾名思义就是将流体微小化的技术，通常处理微小容量，从微生以至非生等级。那应用到生化上的话，如果能把生物或化学反应的流体体积缩小，放入微流体当中，那么理想上便能将一个生化实验室所做的事缩小到一个微流体晶片上，这就是微流体让生技人兴奋的地方。那简单来说，就是指在微观尺寸下控制、操作和检测复杂流体的技术，是在微电子、微机械、生物工程和奈米技术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全新交叉的学科，是一种精确控制和操作微尺度流体的技术。日常生活中到底有什么物品或装置会运用到此项技术呢？微流道其实具有广泛的应用，包括微流体、热交换器、化学反应器和生物医学设备。在微流体中，微流道用于控制微尺度上的流体流动，这对晶圆实验室设备和微感测器等许多应用来说非常重要。微流体的发展起源于1980到1990年代微机电系统的发展，这是结合了半导体、光机电、材料等领域，开始有微帮浦、微阀门或是微混合器等微元件产生。尤其是2000年代初期发明塑料材料 PDNS， 制程上简单又便宜，因而在生医领域的应用大放光彩。有许多研究者都想把生化反应缩小到一个微流体晶片上进行，就是因为它制程相当方便，而且良率高，且微流体又能减少试剂量，对许多实验室来说是便宜又方便的一项技术。OK， 那刚刚讲到微流体在技术上面的优势，这边再来补充一下，还有哪些优势，以及为何实验室会需要它。那刚刚提到微流道是一种在微米尺度下进行流体操作和分析的技术，尤其它具有微型化、高效率、低成本的优点。那大家可以看到画面上的3个最大的应用，像医学治疗、生物学以及化学物理的领域上面。医学治疗的话，可以透过微流道将呼吸道样本分析出其中的细菌和病毒，也可以应用于药物传递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提高药物的传递效率和减少副作用。例如在肺部疾病的诊断中，可以通过微流道将呼吸道样本分析出其中的细菌和病毒，从而帮助医生对病情进行准确诊断和治疗。那接着是生物学，生物学的部分可以被用来进行单细胞操作，还有细胞培养以及药物筛选等。那化学和物理的应用分别则是在化学方面呢，可以实现高效率、精确的化学反应，并且可以进行微量样品的分析。那在物理学方面，微流道可以被用来研究微观世界的物理现象，常见的像毛细现象以及流体力学等等。OK， 那说那么多，总而言之，微流体的优势在于将检测所需的反应体积缩小，因此在做检验时所需的高价试剂的量减少，花费也就降低了。此外，微流体能够精确地处理微小流量和容易的试剂，横跨所有牵涉到处理容易的步骤，应用层面相当广泛。
因此在检验方面，尤其是医疗诊断，便有无限的机会能设计出便宜、方便又快速、高效能的新产品。介绍完我们微流体的基本技术介绍以及应用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进入我们猎鹰物件的介绍。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剖面图，微流道的结构设计比较特别且复杂，像大家可以看到图中箭头的颜色，它的流体的方向是错开的。比较复杂的结构设计上，就增加了猎鹰的困难度。那接下来会为大家介绍微流体的样式。以上可以看到4张图，分别都有它们的剖面图。各种形式的微流道，以这几个来讲，都可以使用我们的设备列印出来。即使像右下角这么复杂的结构，只要透过我们的设备，都可以实现像这种需要高精度以及需要比较复杂结构设计的微流道，都可以列印得出来。那接下来是猎鹰物件分析的部分。要列印出以上刚刚那些比较复杂的样式，我们需要透过一些参数上或者是列印上的设定。像以上这个大家所看到的画面，列印摆设的方式，因为流道内需要避免支撑材阻碍流体的通行，所以在列印的摆置上需要使其透过矽胶本身的堆叠性成型。这个部分再跟大家做一个解说。可以看到左边我们打一个叉叉，是不能使用这种方式进行列印的，因为如果使用这种方式列印的前提下，它是无法使用支撑材的哦。那这种摆设的方式会使物件在中间的地方可能会垮掉变形。那如果是透过右边的方式的话，我们可以透过矽胶本身良好的堆叠性，即使不需要支撑也能列印物件，并完好的表现出微流道的特征。那这边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矽胶是我们特别设计过，专门给我们的设备进行 3D 列印的矽胶。用图表为大家做演示，可能会有点难想象，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特别在后面的影片部分新增了左边方式的列印。如果使用左边方式来列印的话，真的没办法成型，中间真的会垮掉吗？那垮掉之后大概是长怎么样子？我们这次会特别为大家做一个实验来比较演示一下。那像刚刚右边的列印堆叠方向，那这边放大给大家看。通道的尺寸，我们最小可以设为 0.6 米，那隔板厚度最小可设为 0.5 米。因为如果通道小于 0.6 米的话，矽胶它毕竟是一个液体，它还是有垂流性的存在，所以矽胶之间容易闭合，那通道就会消失。那如果是隔板小于 0.5 米的话，整体物件的支撑力会不够，物件则容易变形坍塌。那附图则是列印参数的详细设定。这个设定的页面是我们的 Famifacture 这个软体里面可以看到的页面，所以给大家基本的大概看一下。本次列印物件较为精细且结构复杂的案例，所以这次我们是使用 0.25 的喷头做打印。那同时在列印速度上，我们也有特别设定放慢一些，让它精度表现能够更好。接着让大家看一下在软体内可以模拟列印的运行状况，这是为了让我们更清楚在列印过程可能会发生的状况，即可提前设定参数至最适合的数据，让列印时能够顺利的运行。好，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列印影片，接下来将会为各位演示我们在列印微流道的实际过程，以及刚刚提到，若是使用另外一种放置的方式来列印的话，究竟会不会坍塌呢？我们将为各位实际的实验并带来演示。OK，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微流道列印案例的主题，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那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相信这个单元一直都是大家最热爱的一个单元，因为我们一直是秉持一个
简单又快速分享的精神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区留言与我们讨论，也不要忘记记得追踪我们各大社群平台，以及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如果有问题的话，也欢迎透过以上的资讯联络我们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